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讲娱乐至死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， 由尼尔·波兹曼于1985年出版。它揭示了现代社会在娱乐至上的驱动下，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、行为，甚至整个社会结构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会详细介绍书中的核心内容，并将其与文化资本等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概念联系起来。通过娱乐至死，波兹曼向我们发出了警告。娱乐的过度消费正在削弱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，使我们的公共话语沦为浅薄的表演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现象，还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精神控制形式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本书的核心思想。在娱乐至死的开篇，波兹曼深入探讨了媒介如何决定了公共话语的形式和内容。他回顾了美国殖民时期，当时的公众生活是通过印刷文化来组织的，书籍、报纸和文字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主要媒介。这意味着公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文字阅读、分析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。书籍和文字的媒介形式需要时间来消化，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，才能参与到这种理性而深度的公共对话中。然而，随着20世纪电视的普及，波兹曼指出，我们的公共话语模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。电视是一个视觉化的媒介，其主要功能并不是传递理性分析和深入讨论，而是提供娱乐。电视节目短小、快速，要求观众保持短暂的注意力，并以情感和感官的刺激为主。这导致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后果：深度的、逻辑化的公共话语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以感官和娱乐为核心的浅薄对话。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信息形式的转换，还直接影响了社会结构，特别是阶层之间通过文化资本进行自我维持的方式。作为受众，拥有更高文化程度的人往往能够抵制这种浅薄化的内容，继续通过阅读和严肃的讨论获取知识和信息。然而，大众逐渐依赖娱乐化的内容进行信息获取，失去了深度思考能力。波兹曼举了新闻的例子，新闻不再是严肃的时事报告，而是被简化为电视节目中的片段。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往往是惊悚的、感官刺激的内容，而非深入的分析。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新闻领域，政治、教育，甚至宗教也都在娱乐化的浪潮中逐渐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和价值。波兹曼的另一大警示是娱乐文化如何侵蚀了现代社会的政治和宗教。他认为，政治在电视时代成为了一种表演，选民不再通过政客的政策和理念去评判他们，而是通过电视屏幕上的形象、风度、语言技巧等外在表现来决定他们的选票。这种现象在美国的总统竞选中尤为明显。尼克松曾经表示，如果他的政治生涯是在电视时代开始的，那么他可能无法成功。当时的竞选依赖于政见的表达和辩论的严肃性，而电视竞选更多依赖于候选人的形象和表现力。尼克松相对内敛，不善于在镜头前表现自己，这在与约翰·肯尼迪的电视辩论中显露无遗。那场辩论中，尽管尼克松的辩论内容并不逊色，但由于他的外表疲倦、表情不佳，相比于神采奕奕、从容自信的肯尼迪，他在电视观众的眼中失分不少。这一例子恰恰反映了波兹曼所担忧的现实。在电视时代，政治不再是思想的较量，而是形象的竞争。候选人是否能够通过电视屏幕展现出迷人的个人魅力，变得比政策本身更为重要。尼克松的看法揭示了电视如何塑造现代竞选模式，以及他如何通过视觉表演削弱了政治讨论的深度。在波兹曼的观察中，电视辩论不再是政策讨论，而是一场戏剧化的表演。观众对候选人的评判标准更多基于他们的外貌、台风和言辞，而不是政策内容。这使得政治逐渐失去了其应有的严肃性和理性。与文化资本相关联的一个重要概念是，原本掌握政治资源的人利用这种娱乐化的形式，巩固了他们在媒体和社会中的地位，使那些缺乏文化资本和批判性思维的人更容易被表面现象所吸引。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宗教领域。波兹曼观察到，宗教节目也变成了电视娱乐的一部分。一些牧师通过电视传教，用感情和视觉效果吸引信徒，忽视了宗教原本应该关注的信仰和灵性探讨。宗教逐渐被商业化和娱乐化，成为了一种文化商品，而信徒也变成了消费者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宗教的深度和灵性被抹杀，
取而代之的是浅层的感官体验。这种政治和宗教的娱乐化背后，正是通过控制公众的精神来巩固权力结构的手段。娱乐作为一种精神控制的工具，削弱了公共领域的深度讨论，使得那些原本应当通过严肃对话和思辨来维持的社会领域，逐渐变得表面化和商业化。除了政治和宗教，波兹曼对教育娱乐化的批判尤为深刻。在他看来，教育应当是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过程。然而，在现代社会，学校的教育内容越来越娱乐化，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，教育逐渐依赖于多媒体和游戏化的手段，知识被简化成了有趣的片段。这种现象在电视时代已经很明显，而在今天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愈发严重。教育的娱乐化不仅削弱了学生的学习能力，还通过消解文化底蕴、精神文明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阶层分化。原本通过书本和严肃的学术训练，学生可以掌握必要的思辨能力、精神意志，进入社会精英阶层。然而，随着娱乐化内容的涌入，教育本应承担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流动功能被削弱，精神文明的积累受到了阻碍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文化底蕴、精神文明在娱乐化的教育体系中变得不再具有普及性，只有那些能够主动从娱乐内容中分离出来，寻求更深层次教育资源的人，才能保留足够的文化与精神文明。而这正是阶层固化的表现。拥有更多文化资本、教育资源的家庭，能够通过私人教育或其他资源保持其子女的社会优势，而那些依赖大众教育的学生，则在娱乐化的内容中迷失了方向。在《娱乐至死》中，波兹曼不仅批评了媒体娱乐化的影响，还揭示了消费主义与娱乐文化的共谋关系。消费主义通过娱乐文化巩固了精神控制的力量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广告的世界里，而这些广告通过感官刺激和情感诱导，推动我们不断消费和追求物质享受。广告与电视节目一样，都是通过娱乐的形式来吸引我们。广告不仅告诉我们该买什么，还通过塑造理想的生活方式，告诉我们该如何生活。波兹曼指出，电视广告并不是真的为了宣传产品的功能，而是通过情感共鸣和视觉效果，让观众产生购买欲望。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进一步巩固了娱乐对我们的精神控制，使得我们将快乐和满足感与物质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消费主义与文化资本的关联在于，现代消费文化将文化资本商品化，通过拥有和消费特定的物品，人们可以展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。然而，这种文化水平的展示往往是表面的，缺乏深度的精神内涵。真正的文化水平、文化底蕴应当是通过知识、教育和批判性思维积累起来的，而非依赖于消费和娱乐。如同我们不是买了健身会员卡就能自然瘦身的，买了字典也不会立刻学会语言。而消费主义让我们产生这种只要买了就会成为某某某，或者催眠我们应该拥有什么东西来符合我们的身份。总结来看，尼尔·波兹曼在《娱乐至死》中提出的警示，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。娱乐文化通过感官刺激和消费主义的共谋，不仅控制了我们的思想，还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资本流失。波兹曼提醒我们，面对娱乐至上的社会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媒介、教育和消费模式，保持对信息的批判性思考，避免被娱乐所麻痹。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，希望通过这本书的介绍，你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中娱乐文化对我们思想的影响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、分享并关注我的频道，期待与大家继续讨论这些深刻的话题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